华夏已经容不下他了，把他丢到国外去，只因他不干人事，在厕所收费，把学院挂网上出售，扯同学红肚兜，骗黑市的骗子，抢劫黑市，扛着麻袋抓异兽，把长官的车子卖了。切，什么？你 SSS 级异能？不好意思，我全部异能都超过 SSS 了。别动。别冲动，我有钱，我回去给你拿。你小子还挺滑，你一个初级异能者哪来的钱？异能怎么发动不了？此时曾阿牛瞬间明白了自身异能的弱点，那就是无法对没见过的人使用。怎么办？我姑姑以前是黄金异能者，她送了我一颗白银异兽金核，你可以和我回去拿。对方听后似乎心动了，似在犹豫。别动，切！你以为我能用脚劈叉的同时写字是闹着玩呢？隐身异能，不过我可看清了你的样貌，软弱无力。说谁派你来的？不说是吧？士可杀不可辱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两个男的居然在小巷子抱在一起打手枪。拜托，我手里的可是真枪。曾阿牛想想也释然了，毕竟枪这玩意早就过时没人用了，也就是底层异能者还会依赖这玩意。不过现在不是想那么多的时候，你说不说？不说我让你做太监。我说是黄炯，他叫我来杀你的。虽然心里早有预料，不过当亲耳从对方口中听到黄炯这个名字时，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他给你多少钱，让你来杀我？5万。我就只值5万啊！你叫什么？何子金。好，你站起来，靠墙边趴在墙上，把衣服脱了。别废话，快脱！转过身来，拍前面。等会我去搞点番茄酱来，你给我拍一些照片，你就拿回去找黄炯，告诉他我已经被你杀了，顺便再敲多10万过来。你说不给就告发他。第二天半夜，曾阿牛悄悄起身来到了和何子金约定的地点，对方提着一个大箱子，看曾阿牛的眼神充满了警惕，随即直接把箱子丢在了曾阿牛面前。赶紧走吧，明天如果被黄炯察觉，你恐怕就很难走了。黄炯家世显赫，如果发现何子金敲诈他，以他的地位，想找个杀何子金的异能者还是很简单的。10万啊，能买100颗黑铁异兽金核了。等等，才100颗，那岂不是说只够提升一个异能的品质？不行，还是太少了。此时，曾阿牛又想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他是双异能，所以提升所需异兽金核也是单系异能者的2倍。我要你何用？第二天一早，曾阿牛刚进入学院就遇到了黄炯。你，曾阿牛都懒得理会他，直接走了。至于报复的事情，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。一直等到下午2点左右，盯着黄炯的曾阿牛总算看到对方去了厕所，于是连忙跟了上去。来到厕所门口等待了一会，曾阿牛直接给里面的黄炯丢了一个软弱无力。曾阿牛别这样，快放我回去！昨晚是不是你派人来杀我？我特喵捅死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说着，曾阿牛手中的匕首正要疯狂向黄炯捅去，那样子像个疯子。曾阿牛，不是我。还不承认是吧？对方都告诉我了，不承认我就杀了你。是我派去的，你别杀我，我承认。别怕，叔叔怎么会舍得杀你呢？叔叔那么爱你。曾阿牛看着黄炯，另一只手拨动着匕首的刀刃，然后黄炯就发现那匕首的刀刃居然是软的，在曾阿牛的拨动下不断扭曲变形。没想到我们堂堂皇少居然被一把橡胶玩具吓得屁滚尿流。而此时刚好下课，过来上厕所的人也注意到了这边，纷纷走了过来。黄炯连忙爬起身想跑回厕所，结果曾阿牛立马给对方扔了一个软弱无力，将其拉了回来，丢在地上。其他人这时候也围了上来，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黄炯，也纷纷露出嘲笑，不停拍照。大家也看到了，这就是上厕所不给钱的下场。我作为校长亲自任命的厕所所长，一定会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。从今日开始，大家自觉交钱，如果被我发现没交，那黄炯就是他的下场。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最终还是惊动了校长王武臣。本来我还在想办法给你找一个出路的，结果你就这么辜负我。你这样的心性，以后还得了。我看陆安艺高不适合你，同学之间闹归闹，不能太过分。每个同学都是未来对抗异兽、保护人类弱小的主力军，都有可能是未来的英雄。我作为校长，每个学生我都不想放弃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没有废物的异能，只有自甘堕落的人。可是，一切前提都是要人心不坏。我不希望我将来培养出一个将异能对准自己人的强大异能者。说完，王武臣盯着曾阿牛，等待他说话。不过曾阿牛却是低着头，半天不语，然后默默拿出手机放在桌子上，播放了录音。我说是黄炯，他叫我来杀你的。
他给你多少钱，让你来杀我？5万。是我派去的，你别杀我，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校长，您还是不要给我找什么出路了，我就是一个本性很坏的人，不值得校长这么为我操心。别，曾阿牛同学，我们坐下好好说。别，我这个本性很坏的学生不配和校长说话。差不多得了。曾阿牛这才停了下来。太过分了，居然敢搞暗杀同学这一套！切，校长，气氛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拍桌子气氛不对。闭嘴！你知道内斗是我们华夏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华夏没有异能者之间的互斗比赛吗？有这本事拿去对付异兽啊！对付自己同类算什么本事？你先回去上课，你的事情我会安排。至于那些在背后搞小动作的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下午才放学回到家，曾阿牛就听到了各种消息，也是从中感受到了王武臣的怒火。首先就是黄炯被抓了，学业生涯也到此结束了，然后就是那个何子金被抓回来了，正等待处置，最后就是整个黄家都受到牵连，产业被查了个底朝天，差点因此倒台。曾阿牛听到消息后的第一想法就是赶紧把那10万花掉，只要花了，就算最后查到自己身上，到时钱已经没了，大不了就是去踩缝纫机抵债。传说异兽幼崽可以提取异兽异能，走过不要错过。异能扩本，看了之后能学到新的异能。黑铁兽王金壳，一枚100万。